这只饿狼老虎都不放在眼里。只见他缓慢站起身，转眼间就变成人形。然而他就是一直作恶的狼王。俯瞰山脚下的小镇，他要在这里掀起一场大屠杀。而此时在不远处，失恋的杰克和好兄弟大壮升起野火，拿着2块51瓶的假酒，打算喝个一醉方休。却不料这时2个小混混走上前来，不但打扰了2人的雅兴，还说假酒就像马尿一样。这下杰克顿时暴怒，只见他站起身，死死地和小混混对视。刚开始对方并没有把他当回事，但随着瞳孔变成杀戮的金色，手也开始变成狼爪，小混混这才察觉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假酒还了回去。大壮一脸懵逼，今天的杰克为何如此冲动？是因为失恋，还是明天就是狼人变身的月圆之夜？杰克并没有回答，只是赶紧带着对方驾车离开，因为灵敏的嗅觉告诉他，恐怖的狼王正在逼近。果然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就突然遭袭击，生死不明。第2个更惨，狼王直接用细皮嫩肉的小手抓着，将其提到火堆旁变成烧烤，看样是想换个口味。如果再有点孜然辣椒面就堪称完美。话说回来，狼王也并不会无故杀人，要是说单纯的为杰克这个小狼崽报仇，恐怕没这般简单。不料第2天考试的时候，杰克对周围一些细微的动作异常灵敏，这让他不由得开始烦躁。正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试卷上的选择题也变得吓人。杰克这才意识到体内的兽性正在慢慢吞噬自己的人性，想到这里便匆忙跑出教室，大壮紧随其后，来到洗澡间里。杰克希望用冲澡的方式来让自己清醒起来。他告诉大壮，自己大脑的思想正在慢慢被吞噬，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让他不由得开始后怕。今晚的月圆之夜，自己真的可能会大开杀戒。大壮为打消对方的顾虑，关键时刻竟然变成哑弹，中间定是黄毛岛的鬼。想到这小子一直在背后使坏，杰克心里开始生出报复黄毛的想法。刚好下午教练就宣布，为更好训练，以后曲棍球实行双队长制。杰克成功晋级，和黄毛平起平坐。万年替补的大壮也成为首发球员，黄毛自然很不乐意，但很快他的头顶也会变成青青草原。因为大壮成为首发的原因，让他顿时无比自信，于是趁热打铁，立马向杰克说道，自己从小学就暗恋小美，帮我询问下她对我有没有好感。为了好兄弟的幸福，杰克果断走上前。然而他不但对大壮只字未提，还为报复黄毛，直接和小美亲热起来。What? What do you mean what? Did you ask her? Did she say anything? Did she say she liked me? Did she imply she liked me? Yeah. Yeah, she likes you. In fact, she's totally into you. 在训练赛上，杰克更是开启狂暴模式，将黄毛的几个心腹全部撞成骨折。这时小美也走上前，大壮顿时傻了眼，满脸惊讶地转过身看向杰克。在月圆之夜，狼人都会被兽性吞噬，变成残暴嗜血的杀戮机器。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大壮趁着杰克不注意，果断用手铐将其锁在暖气片上。此时已经渐渐失去意识的杰克不由拼命挣扎。接着大壮端过来一个狗碗，面对这样的羞辱，压不住怒火的杰克果断反击，开始诉说和小美亲热的细节。大壮满眼泪水，听得津津有味。而另一边，黄毛故意和翠花来了个偶遇，刚好他们彼此都有心事。在邀请之下，翠花跟着对方来到车上，开始诉说当晚他们被狼王追杀的经历。他坚信这头狼王并不是德里克所变，但他就是不明白杰克为何会骗自己，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而自己身为平民的家庭，家里为何会有各种枪械武器？说白了就像一个军火库一样。而父亲和姑姑也总是会深夜全副武装外出，看上去诡异而又神秘。自己一直想搞清楚这些，而此时的杰克还在拼命地尝试挣脱手铐，手臂已经被扯得血肉模糊，眼看硬得不行。杰克开始卖起了苦，说自己刚被翠花甩掉而不是分手。此时心里实在难受，只求大壮帮助自己解开手铐，而且自己十分清醒。然而理智的大壮知道，此时的杰克已经渐渐成为行尸走肉，花言巧语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猎杀的目的。果不其然，随着遮挡深夜中的乌云散去，露出了真正的满月。当月光照到屋内的一刻，杰克在嘶吼中彻底变身。在一阵恐怖的挣扎后，屋内顿时变得安静。大壮打开门一看，地上只留下被扯断的手铐。此时化身狼人的杰克，只见像发疯一般，丧心病狂地奔跑在密林中，开始寻找猎杀目标。很快来到附近的停车场，刚好看到车内闲聊的翠花和黄毛。然而清清白白的两人，在杰克血红的视线中却被看成了亲热场面。醋罐子被打翻的杰克下意识暴怒，迅速爬上车顶，就要将对方抓出来撕碎，却不料关键时刻一个黑影扑来，将杰克带到旁边的小树林。而此人正是被狼王捅破腹部的德里克。原来他并没有领盒饭，而是凭借狼人超强的自愈能力恢复如初。但此时杰克只想撕碎车内的黄毛，平复自己内心的愤怒。就这样，两名狼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打斗。奈何实力悬殊巨大，杰克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德里克将其高高举起，一个重击直接打醒了对方。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happen. 紧接着，德里克就带着杰克回到家中。此时恢复意识的杰克已经无法忍受狼王的精神操控，他希望能变回之前的普通人，问德里克有没有办法。德里克说自己也是听传言，只要杀掉咬伤你的狼王，所有的受害者便都可以恢复如初。但至今他们连狼王是谁都不知道，更别说将其除掉。而另一边的黄毛在车上意外发现杰克在车缝中留下的指甲，这让他顿时想到什么。于是他拿出上次杰克在操场上遗留的手套，在被扎破的地方做了详细对比，奇迹的竟然刚好吻合，下意识猜到了杰克狼人的身份。因为知道了杰克少狼的身份，所以黄毛刚来学校就找到对方，开门见山说我已经知道你的秘密。杰克刚开始还一脸懵逼，黄毛说道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和你一样成为狼人，凭借过人的体质，也可以在球场上成为最靓的仔，不然你会失去最爱的翠花，并且我还会将你的秘密公布于众。随后不知如何是好的杰克找到大壮，如果黄毛真将自己狼人的身份捅出去，被猎手家族知道自己必定死路一条。然而黄毛步步紧逼，借助狼人的听力千里传音，再发来威胁的言语。杰克在食堂气得差点就变身。在夜晚的曲棍球半决赛上，黄毛得一面，听兄弟一句劝打消成为狼人的念头，不然你咋死的都不知道。说完不由得瞥了一眼翠花的猎手家族，机智的黄毛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只给出杰克3天时间，如果自己成不了狼人，后果自负。然而黄毛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有变成狼人，就已经被翠花的姑姑凯特注意到脖子上的抓痕。Remember how we were talking about a second beta? Can you get termite scratch? If the claws go deep enough, maybe. Wonder how deep those went. 然而两人全部的谈话都被杰克听得一清二楚，可能过不了多久，自己也必定成为猎物。与此同时，狼王再次出现，并且锁定了猎杀目标，竟然是学校的化学老师。男人就在收拾东西回家之际，在课桌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0几个人名，打叉的都是在近期小镇上领盒饭的，最后一个就是自己的名字。紧接着身后一个恐怖狼爪就出现了，男人吓得赶忙求饶，狼王气愤地将板凳摔得粉碎，眼看就要丧命之际，一个黑影扑来，来的正是狼人德里克。再抬头，狼王已经从后门逃跑。从实力方面来说，狼王根本不需要惧怕德里克，其中一定另有隐情。紧接着一股强光照来，是大量警方赶到现场，这顿时阻止了追捕狼王的计划。拜杰克所赐，德里克成了通缉犯，现在能不能逃离警方的追捕都是未知数。面对扑面而来的警犬，德里克猛然回头，露出獠牙，一声吼叫，将狗子吓得夹着尾巴逃跑。警察见此场景都一脸懵逼，然而还没给德里克喘息的机会，高出的猎手拿着弩箭就发动了攻击。幸好德里克提前预判，将其躲过，但眼下已经被逼到境地，又该如何逃离？而另一边知道德里克有难的杰克和大壮，开着对方的大黄蜂和追击的猎人凯特来了一场速度与激情，最终凭借骚气的车技将其甩掉，然后前去迎接被困的德里克。猎手见状也不再隐藏，拿出机枪就是一阵突突。德里克此时气得想撕碎杰克，害自己成了通缉犯，给狼王背负了杀害小镇所有人的黑锅。而另一边的警方虽然没有将德里克活捉，但是从化学老师口里了解到一些线索，狼王杀害的所有人都和10年前狼人家族的纵火案有关，由此可以推断出，狼王不是在滥杀，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族。开始注意到他们在学校被狼王追杀时，有人偷偷用杰克的身份给翠花3人发去短信，来学校集合送人头，也就是说有人在背后帮助狼王。经过查阅短信的 IP 地址，发现来自一家医院，用户竟然是杰克的母亲。刚开始两人决定瞒着杰克，悄悄去问个清楚，但来到医院时，却诡异的发现竟然空无一人。德里克电话让大壮去植物人叔叔的病房看看，但同样没人。德里克顿时察觉到大事不妙。Styles, get out of there right now. It's him. He's the alpha. Get out. He must be Styles. 难以置信，狼王竟然是叔叔皮特，而护士就是当晚利用杰克母亲手机发短信的人。Oh, and he's the... Oh my god, I'm gonna die. 就在大壮要领盒饭之际，德里克上前将护士打晕。现在他要为妹妹报仇，哪怕凶手是自己的叔叔。但狼王皮特的实力可不是盖的，将侄子抓住2下撞得半身不遂。接着皮特掐住对方脖子，一脸严肃地说道：“因为家族一场大火，我在床上躺了10年，生不如死，我的思想个性都消失殆尽，直到几个月前才渐渐有了意识。再说杀死你妹妹并非我本意，只能说造化弄人。”面对这样的解释，德里克根本听不进去，但凭借自己贝塔狼的实力，根本不是叔叔的对手。皮特都不用变身就将侄子一脚踹飞，接着说道：“自己身上一个个细胞修复到现在，并不希望发生家族内战，更何况我已经查到当年纵火案的真凶，他们才是家族的仇人，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一旁躲藏的大壮吓得屁滚尿流，生怕对方将自己撕碎。而此时的皮特已经渐渐没有了耐心，眼看解释行不通，就要将侄子打到服为止。
重伤的德里克开始爬行逃离，只见皮特不紧不慢地看向照妖镜，在镜片转动的同时，烧伤的位置竟然快速修复。而此时的学校内，杰克凭借少狼的体质，为球队成功打进总决赛。就在所有人还在疯狂庆祝之际，狼王皮特就找上门来。杰克刚开始一脸懵逼，他不明白一个重度烧伤的植物人能活着站在自己面前说话。很快恍然大悟，猜到对方狼王的身份。皮特开门见山地说道：“需要你的。” It happens. I think you're getting the wrong impression of us. We really just want to help you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紧接着，皮特走上前，伸出狼爪，瞬间刺向杰克的脖子。此时的杰克已经被置入狼人的记忆，在兽性被激发的同时，当年纵火案的场景出现在眼前。在猎手家族凯特的带领下，山脚下被杀害的2名小混混和惨死的校车司机，拿着金龙鱼调和油，丧心病狂地泼向了狼人家的老宅，导致11人在惨叫中变成烧烤。只有全身101%重度烧伤的皮特侥幸活了下来。仇恨最终将他奇迹般的唤醒，并且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找到德里克的妹妹，在完全没有意识，如同行尸走肉的情况下将对方杀害，抢走了对方的力量，让本就是贝塔狼的皮特进化到了狼王的实力。通过这段痛苦的记忆，杰克明白皮特是在为复仇而战。虽然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杰克很同情狼家的这场遭遇，但自己不会成为帮凶。皮特见软硬不吃，于是启用第3套方案。第2天竟然来到杰克家中，原来他用自己病人的身份约杰克母亲看电影。杰克已经想到这个糟老头子的伎俩，无非是找机会咬母亲一口，所以让大壮开着吉普车在路上对其来了个追尾，这才勉强化解了危机。然而皮特用千里传音不耐烦地说道：“你顾得了母亲，顾不了对方去吃盒饭。”眼看形势不对，男孩果断求饶。 Never say another word again. I'll leave Scott alone. Please, you can't do this. Please. 但即使这样，依然没有动摇德里克送走他的决心，因为黄毛已经被猎手家族盯上。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狼族的所有成员都会暴露，后果可想而知。就在要动手的时候，杰克赶到现场，从高处一落而下，在变成狼人的同时，直接挡在黄毛面前。德里克见状不甘示弱，如果执意这样，那就送你们一起领盒饭。可下一秒，一枚闪光弹打进屋内，紧接着就是一阵扫射。德里克意识到，定是狼人一路跟踪追到了这里。倒霉的杰克没来得及躲闪，就已经身中数枪，在不断哀嚎中伴随着绝望。刀子嘴豆腐心的德里克大喊快走，但杰克哪里还挪得动脚？眼看猎手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德里克果断冲向杰克，将对方一把推向了后门，自己就打开门留下来断后，迎接猎人的愤怒。杰克在树林中拼命逃离，终于他再也坚持不住，因为枪伤流血过多倒在地上，在朦胧中被人抱起。男人将杰克带到镇上的宠物医院，然而这个人正是店主老黑，他熟练地取出体内的子弹。当杰克醒来时已无大碍，杰克越想越懵逼，兽医竟然能治枪伤，之前还以为他就是狼王。面对种种疑问，老黑只是坦然微笑地说，所以强势地说道该店已经歇业，如果有事明日再来。再说自己这里是给宠物看病，如有不良症状请前往对面医院就诊。皮特听完瞬间上头，走上前就要将对方撕碎，然而下一秒他却停下脚步缩了回去，似乎是察觉到周围的不适，下意识用手抓了一下桌子，原来是花楸木制作而成，拥有绝对辟邪的作用。满身杀气的皮特根本无法逾越，由此可以看出老黑指定不是一般人。暴露身份的皮特暴怒，拿起板凳就砸了过去，然而老黑却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看样是遇到了高人。皮特无奈千里传音，用翠花的性命威胁起了杰克。而此时的翠花正被姑姑凯特带进密室，瞒着自己的哥哥阿伟向侄女展示了家族的秘密。随着拉开家后的大铁门，里面满嘴獠牙的狼人正是德里克。原来之前他并没有领盒饭，而是被猎手活捉。从这一刻开始，小美将面对一个抉择，是继承家族的宗旨成为一名猎手，还是做一位普通人。夜晚举办了一场狂欢会，喝完假酒的黄毛就在跑出来透气之际，却诡异地发现，在前方的密林中竟然出现2只红色嗜血的眼睛。一直想变成狼人的黄毛还以为是狼王出没，所以急忙跑上去，想让对方咬自己一口，获得狼人恐怖的力量。然而当走上前，却发现根本不是狼王。黄毛失落地跪坐在地，随着距离拉近，原来是手持红外线枪的猎手，同时他们也正在追捕狼人。在翠花父亲阿伟的逼问下，黄毛最终透露出了杰克狼人的身份。而此时杰克刚和翠花重归于好，正打算跑出来享受2人世界，就被追来的猎手发现，将杰克逼出了真身。翠花此时还无法相信自己的男友竟然是狼人。就在猎手要进行下一步计划的时候，杰克一个跳跃逃离了现场，痛苦绝望地奔跑在密林中，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地。从自己狼人身份被翠花识破的一刻开始，自己的心伴随着对方的绝望已经破碎。他恨透了咬伤自己的狼王，让自己失去了最爱的人。同时翠花也终于明白，父亲一直瞒着家族的秘密，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经过再三考虑，翠花还是决定扛起猎人家族的大旗，正式成为抓捕狼人的成员，拿着武器就开始了练习。然而翠花此时还并不知，姑姑凯特告诉自己家族的秘密，实际是为了一己私利。与此同时，学校的狂欢会还在进行。小美因为迟迟没有见到男友黄毛，心里万分焦急，所以孤身一人来到寂静的操场。殊不知这将是噩梦的开始，也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一盏盏大灯打开的同时，只见不远处一个中年男人走上前来，然而他就是恐怖的狼王。男人2口将女孩啃倒在地，就在想要继续撕咬之际，一旁大壮惊恐跑上前来，跪地祈求对方手下留情。狼王皮特淡定地说道：“不杀他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德里克去了哪里。”随着一阵刺耳的吼叫，方圆数公里都为之颤抖。大壮顿时想到，德里克在被猎手抓走当晚，拿走了杰克手机。如果手机此时还是开机状态，凭借定位应该能找到。无奈在此之前，大壮必须跟随在狼王身边，所以给黄毛打去电话，将受伤的小美送往医院。狼王在车上说道：“没必要一直苦着脸，如果他能活下来，就会成为实力强悍的狼人，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力量。” Yeah, once a monster go out of her freaking mind and try to tear me apart. Well, naturally considering that she's a woman, twice a month. 很快，他们在一处停车场打开电脑，通过定位果然查到德里克的位置，竟然是在狼家烧毁的老宅。狼王一眼就看出在地下室。在临走之前，为了感谢大壮的帮忙，狼王说应该咬你一口。当你获得狼人的力量，必定屌。用狼嚎声尝试呼唤德里克，如果能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绝不会成为狼人。于是他想让德里克帮忙，一起除掉狼王皮特，这样或许自己就能恢复成人形。当收到德里克的回复后，他一路摸索到地下室。德里克为此已经提前挣脱一只手。在解决猎手后，杰克并没有帮对方解开束缚，而是趁机谈起了条件。德里克顿时恼怒，然而杰克早有预备，拿出一张图片，说狼王皮特杀死你妹妹不是意外，而是预谋已久。小鹿身上的图案就是吸引你妹妹前去领盒饭的证据。德里克听完后恍然大悟，气愤地挣脱手铐。然而当一路跑出地下室，都没有一个猎人，这似乎不太正常。这时一支穿云箭射来，重重地刺向德里克。杰克顺着看去，发现拉弓的正是女友翠花和对方姑姑凯特，紧接着闪光弹就迎面而来，照得根本睁不开眼睛。危急时刻，德里克赶忙掰断身上的利剑，狼狈地拉起杰克逃命，但已经身受重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全副武装的猎手？看着昔日的女友走上前来，杰克想要解释，但对方早就已经不再相信他，因为姑姑说过，狼人只是一种凶残的动物。看着姑姑拿枪就要打死杰克，翠花满脸疑问，不是说只是活捉吗？这才意识到自己只是姑姑利用的工具。正在凯特要动手之际，翠花的父亲阿伟赶到，他气愤地质问妹妹凯特，为何违反规定？我们猎手家族只会击杀无恶不作的恶狼，但你现在却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在你安排的一场大火中，不仅有未成年的狼人，还有人类。你这种做法已经违反家族的禁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没教过你吗？如果再不收手，别怪我不客气。事已至此，凯特只能不甘心地放下了枪。紧接着，老宅的门缓缓打开，相隔数十米就能感到强烈的威压。众人拿枪不敢有丝毫松懈。在不可思议的目光下，一个黑影快速冲出，向众人夺命而来。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又一个人都被撞飞，只有猎人凯特还惊恐地站在原地。转眼，狼王闪现到他身边，并且死死抓住他一条手臂，一拳将他拿枪的手砸了个骨折。紧接着又抓他的脖子，一个大力出奇迹将其扔出10几米，然后又将其拖进了老宅。翠花见姑姑危险，连忙追了上去，看见狼王充满仇恨地说道：“我现在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说你很抱歉纵火屠杀了我的家人，导致整整11人命丧黄泉，让我在烧伤和崩溃中度过了整整10年。或许这样我还会放你一条生路。”虽然凯特无奈说出了对不起，但此时的悲剧已经无法挽回。狼王想要的并不止这些，他要屠光整个猎手家族，来祭奠大火中死去的族人。说着就向翠花走来。这时化身狼人的杰克及时出现，保护自己所爱之人翠花。同时德里克也变身，打算为妹妹报仇。两人发疯般展开攻击，但在强大的狼王面前，这点攻击力跟挠痒痒没啥区别，就当活动一下筋骨，将两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随着被德里克一击飞腿击中头部，狼王恐怖的兽性开始被慢慢唤醒，变得不受控制。下一秒将扑面而来的德里克甩飞昏死过去。杰克见状，一个野蛮冲撞，但似乎并没有攻击力，反手却被狼王掐住脖子。根据导演的要求，又是在丧命之际，杰克赶紧对着狼王打了几拳。暴怒的狼王一下将其甩飞，开始了恐怖的变身。随着撑破9块9包邮的外衣，一个健壮乌黑的大灰狼出现在眼前。然而这正是狼王的杀戮形态。相传见到此形态的没有一个活人，当然不包括屏幕前的你。只见扑哧一声，撞坏玻璃，将杰克甩了出来。还没给喘息的机会，
狼王就冲上前，再次将杰克抓起，露出满嘴的獠牙，释放着自己的口臭。眼看不被打死也要被熏死，杰克一个二郎腿直接将狼王无情推开。就在狼王想要再次发动攻击之际，远处一股强光照来，原来是千里送人头的黄毛和大壮扔出自制的燃烧弹，就要吃一顿香喷喷的狼肉。但现实似乎有点尴尬，危急时刻，杰克赶紧拿起地上的弓箭扔向翠花，随着拉弓上膛射出，成功击碎燃烧弹，将其点燃。狼王发出痛苦的吼叫声，黄毛见状赶紧扔出第二枚，买一赠一不能坏了规矩，扑哧一下将狼王全身点燃。这火疗做的实在得劲。最终随着狼肉变成7成熟，竟然将狼王烧成了人形。可怜的皮特重演历史，好戏才刚刚开始。这天深夜，黄毛独自来到森林的老宅中，他希望德里克能够咬自己一口，因为德里克不久前给妹妹报仇，杀死了狼王叔叔皮特，获得对方的力量，成为新一代狼王。只要被对方咬上一口，自己就能蜕变成狼人，获得远超人类的力量。面对黄毛的祈求，德里克一个纵身来到对方面前，邪魅一笑，露出锋利的獠牙，狠狠地咬了黄毛一口。而另一边，杰克和大壮偷偷溜进医院，来查看被上任狼王皮特咬伤的小美，迫不及待查看对方伤口，发现伤口并没有愈合。这也就意味着小美并没有进化成狼人，这仿佛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咬伤她的狼王已经被击杀。根据传说，所有受害者都会恢复如初，但诡异的是，同样被咬伤的杰克，此时还能变成狼人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事情并没有这般简单。莫非小美根本就不是人类？自从经历上次大战后，杰克和女友翠花重归于好，但对方的猎手父亲阿伟却拒绝女儿和一名狼人在一起，根本不是一般人。原来他正是猎手家族的风云人物。翠花的爷爷罗德，女儿凯特的离世，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从架势上来看，必定会向狼人展开复仇，小镇从此也会卷入无尽的战争。与此同时，昏迷的小美在医院终于醒来，本想洗个澡清醒一下，却不料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池子底部正有一股莫名的黑色液体不断涌出，然而下一秒，水中伸出一只烧伤溃烂的手臂，死死将她抓住，将小美吓得顿时放声尖叫。听到惨叫声的大壮和医生立马破门而入，却发现小美已经诡异的消失不见。然而浴池中的水也不像刚才一样浑浊，而是清澈见底。难道这一切都是小美的幻觉，还是被狼王咬伤后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异？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这般简单。刺耳的惨叫声甚至传遍了整个小镇，相隔数公里的杰克顿时就听出这是医院跑出的小美。从此之后，小镇就怪事不断，总是有人在夜晚无辜丧命，而且死相都极其凄惨。这天深夜的墓地中，一个少年还在开着挖掘机做工，突然在不远处一阵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叫声传来，男孩顿时惊恐万分，壮胆顺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一只纤细的利爪，伴随的阴森之气十分凝重。还没给男孩喘息的机会，一个恐怖的黑影就夺命而来，竟然将上万斤的挖掘机掀翻，男孩也掉进了挖好的坑里。少年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但又想看清刚才的黑影，真是好奇心害死猫，所以男孩就缓慢从坑里探出头，又被吓出一身冷汗和鸡皮疙瘩。怪物竟然在旁边挖起了坟墓，紧接着一声低沉的狼嚎声袭来，瞬间打破寂静的深夜。只见下一秒，刚才被怪物掀翻的挖掘机竟然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扶了起来。在男孩惊恐诧异的目光下，一个男人走上前来，而对方正是狼王德里克。次日，警方对墓地诡异事件展开了调查，发现被挖开的坟墓中，凶手竟然残忍地带走了尸体的内脏，这到底意欲何为？身为当事人的小帅刚想说当时的场景，却发现德里克就站在不远处，很明显是在提醒自己。小帅只能隐瞒实情，告诉警方只是几个普通的盗墓者，但从带走的内脏来看，显然不能让众人信服，因为案件毫无头绪，这让小镇顿时被恐怖的气氛笼罩。杰克和大壮几乎可以断定，这八成就是小美发生变异干的好事，毕竟对方自从医院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为了避免小镇再次发生悲剧，两人找到小美的男友黄毛。此时的黄毛看上去春风得意，哪里还有时间管这些？自从被狼王德里克咬伤后，就一直期盼着尽快发生变异成为狼人，展开自己开挂般的人生。想想后天就是满月，黄毛就兴奋得无法形容。殊不知这将是噩梦的开始。这天在课堂上，黄毛再次无辜流出鼻血，惊慌失措的他赶紧跑出教室，来到卫生间，又担心被同学发现，反锁房门，匆忙用纸巾擦拭。然而黑血就像泉源一般，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眼看纸巾也见了底，同时厕所门也被猛烈撞击，下一秒直接破门而入，将黄毛拽了出来。原来此人正是狼王德里克，他来是看黄毛被咬伤后的转化情况，淡定地说道：“我们以后就是一伙的，你是我的小狼崽。”看见黄毛表情凝重，德里克似乎已经猜到不对劲，说：“如果身体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我反馈。”黄毛听完顿时不乐意：“别以为你咬了我一口，我就会成为你的小弟，我可不想和杰克一样，半夜12点不睡觉，
像发疯般跑进密林，对着月亮吼叫：“我要用狼人的体质逆袭我的一生！”可话还没说完，耳朵里竟然也流出了黑血，吓得黄毛顿时亚麻呆住了。德里克刚开始还以为是黄毛平时美女看多了，紧接着他就猛然想到，应该是身体产生排斥，开启狼人模式，拼命地追上前去，最终一个跳跃将对方撞飞，发现并不是小美，而是一位陌生的狼人。他们顿时展开了激烈的打斗，但对方显然没练过，很快就被杰克放翻。眼看不敌这家伙就要逃跑，与此同时，在命案现场，一个披头散发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大壮发现后顿时傻眼了，这竟然是一直要找的小美，但她看上去面色惊恐不安，嘴里还嘟念着一些奇怪的言语。在大壮拼命的呼喊之下，小美终于有所清醒，似乎全然不知这些天发生了什么。而另一边，杰克还在追捕陌生狼人，想要搞清楚凶手是不是对方。可突然，狼人触动陷阱被吊了起来，杰克刚想上前搭救，就被赶来的德里克拖到了隐秘处。原来这是猎手家族设的陷阱，此时已经赶来，为首的正是刚到小镇的猎手教父罗德。只见阿伟拿着电棍将狼人电回了人形。从表面来看，穿得破破烂烂，应该是一名流浪汉。男人祈求地说道：“今晚惨案的凶手不是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求狼王的保护。按照猎手家族的规矩，本应该放走这只没有残害人类的毒狼。然而为首的罗德却丧心病狂地拿出一把圣剑，向狼人宣战的方式，残忍将对方劈成2半。好家伙，这比他女儿凯特还要凶残很多。”德里克告诉杰克：“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加入狼群的结果。只有合作才能对抗猎手家族。”阿伟于心不忍地上前提醒父亲：“我们要按规矩办事。” Not when they murder my daughter. No code. Not anymore. From now on, these things are just bodies waiting to be cut in half. We kill them all.